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寂静之美，我是 Melvin。在上一集中呢，我们探讨了侘寂美学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以及它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引发共鸣的。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继续深入的探讨侘寂美学在日本的艺术、文学以及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并通过这些分享看看侘寂美学在不同的人眼中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应用这个哲学在他们的作品之中。那我们又该如何使用它，让它真正的融入我们的生活？首先呢，我想要说，侘寂美学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想，它在日本的艺术作品当中也得到了非常丰富的体现，它们合在一起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去研究和看待侘寂这两个字这一种美学的方式和视角。很多日本的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诠释了侘寂美学的核心理念，而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有日本的园林艺术，它算是侘寂美学的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日本庭园中常常保留着自然的原始状态，比如说一些不加修剪的树木、嶙峋的石头和潺潺的溪流。园林设计师们通过这种尊重自然的形式，展现出一种与时间共存的美感，这与侘寂美学所提倡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比如说非常一个经典的代表作，京都的龙安寺的石庭就是侘寂美学的经典之作。这个简约的石庭没有花草的点缀，只有使用一些排列有序的石块和白沙。我们后来也把它称之为这种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把它称之为枯山水。而枯山水中的水通常是由沙石来表现，而山通常用石块来表现。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在沙子的表面上画上一些纹路来表现水的流动。石庭的设计就强调了空白和静谧，通过对不完美的空间进行巧妙的安排。而它的核心表达就在于把大自然中的瞬息万变的某一个形态定格于一个静态的呈现，静止不变的这些所有的元素组合在一起，让心灵与当下共存，融为一体，表现出极致的美感和哲学意境，让人感受到平静。而如果要从绘画艺术中找到侘寂的代表，那我想塔瓦拉亚索塔楚是必不可少的。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简单的线条、自然的元素，它要怎么能够表达出非常深刻的哲理？而这位艺术家的《风神雷神图》非常有名的一部代表作之一，也就是这样子。那些不经过多雕琢的画面，如同瞬间捕捉到自然界中的静谧之美。这让我不禁想到，有的时候其实侘寂美学真正的魅力就在于通过那些最朴素的表现手法，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般的那些普通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生命中那些平凡却深刻的片刻。所以每当我凝视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是能感受到那种淡然自若的美。或许在那些简单的笔触背后，Sotatsu 真正想要试图告诉我们，大自然的一切，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细微的风声，都是侘寂的显现，而这种自然的无常才是世界的真理。在现代艺术当中，侘寂美学同样也展现了它深刻的影响。比如说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作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的建筑往往使用未加工的混凝土和极简的设计，
既尊重材料的本质，也体现了时间在建筑上的沉淀感。比如它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物光之教堂，光线就通过墙壁上的缝隙自然地流进室内，这种简洁而强烈的视觉效果也让我想到光影其实它的变化也正是时间流逝的最佳见证。这种设计呢，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常常经历的一些日常的简单的时刻，比如说每天早上阳光通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我的房间，那一点微弱却坚韧的光线，总是让我意识到时间的流动是如此的宁静而不可抗拒的。说到这种建筑物呢，我们在家居设计中，相信大家第一次可能听到侘寂呢，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些家居博主或者是一些跟家居设计有关的一些文章里面看到这两个字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我们自己家里的家居设计当中可以引入像侘寂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学。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材料和一些手工艺品而不是那种工业设计的花瓶这些物品表面它们就有形成一些自然的纹理，会展现出时间的痕迹。比如说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我就很喜欢用一些感觉就是那种素胚的捏制的陶瓷我自己也会做一些陶艺这样子来作为我们家的装饰品。所以每当我这样触摸它的时候，可能还甚至有一些粉末掉下来，我都会感受到那种非常最自然最原始的感觉，让我真的跟宇宙合而为一的那个感觉，和时间给我带来的一种宁静和安慰。那在下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是，侘寂美学呢，不仅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它也深入的流到了文学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川端康成的《雪国》就是如此。在他的笔下，那片雪覆盖的世界充满了宁静与孤寂，每一个场景都在表达着时间的无常与人类的渺小。他用细腻的笔触捕捉到了生命的短暂和自然的永恒。这种对无常的洞见也让我不禁的思考，我们该如何在短暂的人生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呢？而说到侘寂的诗意，我们怎么能不提到一位非常经典代表侘寂的一位艺术家松尾芭蕉呢？芭蕉的排句就是侘寂美学的精髓，在他简单的诗句当中，就常常描写那些稍纵即逝的自然景象，落叶、秋风、暮雪，这些平凡的瞬间却深刻揭示了人生的短暂与孤寂。他的一句排句，初雪时深山僧寺别样静，描绘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景象，更是那种内心的平静与无常的接受。而每当我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被带回到那片宁静的时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让心灵随着自然的节奏流转。这种感受就与侘寂美学的静谧、简朴与对时间的敬畏是完全契合的。我有时也会想，侘寂美学它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现代生活的各种压力？后来我发现好像真的会有一点帮助。每当我感觉到焦虑或不安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在我的书房里面走来走去，环顾四周，看看那个我一直挂在墙上的外套，或者是已经碎了一个小角的茶杯，或者是这个已经有一点斑驳的书柜。我觉得他们也都在提醒我，不完美才是生活的本质，而这种不完美正是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真实的源泉。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那种非常喜欢逛 thrift store 或者是二手市集的这些朋友，可能会甚至去淘一些旧物来穿，一些旧衣服来穿，主要可能是追求一种 vintage 的感觉，甚至是收一些那种已经绝版了的限量版的衣服或者是小物。而我呢，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淘一些老相机，
虽然最初的初衷只是喜欢拍照，渴望拥有那些已经不再生产的胶片相机。虽然我们总是会说想要去收一台成色好一点的老相机，但毕竟是可能经过了2-3手、4-5手的一个相机，而且它又是那种机械的设备，所以它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非常多的磨损。每当我通过取景器试图捕捉看到瞬间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不知道在30-40多年前拥有这台相机的那个人用这个取景器捕捉到什么样的风景呢？我其实无从得知，但是只要想到我们都通过同一个取景器看着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时代用同样一颗热忱的心去看见这个世界，我就觉得无比的温暖。我想这或许就是侘寂想要告诉我们的其中一个哲理，在不完美之中，背后也会自然而然地蕴藏深厚的故事，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美。那讲到这里呢，我又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今年年初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那就是我的阿公今年在1月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刚回到纽约，准备开始新的一年的工作计划。我在得知消息的时候就马上订了回台湾的机票，准备回去送我的外公最后一程。然后第一次我的阿公一般都会坐在客厅的一个单人的沙发位上看电视，那是我第一次回阿嬷家的时候打开门，我阿公没有坐在那里。那时候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阿公已经离开了，然后我就慢慢的走进这个沙发，坐在他这个单人沙发位的旁边，看到这张沙发上这些斑驳的痕迹，这个沙发皮都已经有一些碎屑慢慢的掉落，上面的这个枕头套可能也还有一些污渍。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华公坐在这边已经10几年、20几年了。虽然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一个老旧的沙发，可能对其他所有任何人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旧沙发，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阿公这20几年来的精神，他就在这里。所以我其实觉得他还在这里，他的精神就在这里，他也一直都在通过这个物件陪伴着我们，也会继续陪伴我们。所以每当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生活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去感受一种与时间对话的宁静。这种宁静也让我学会了在不完美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和与知足，也让我更加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那这一集和上一集说了这么多呢，主要是想要鼓励大家有一双发现不完美的美的眼睛。在这个科技发展快速、精致主义盛行、工业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追求完美，追求一致化、统一性、完美，甚至可以说是表面上的完美。这样往往会让我们心浮气躁，甚至是对不完美的事物感到焦虑。但如果我们能学习这些文学家、艺术家的侘寂哲理，而他们看待世界的这种独特的方式，或许我们下一次也可以用一种欣赏美的心态来看待这些不完美。我们会想，这些老旧的痕迹是时间证明我们存在过的证据，是如此美好，而那些看似不完美的，往往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我自己也是从事艺术行业，有的时候我也会很纠结如何让作品更完美，在不完美之前都不敢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包括我现在自己做这个 podcast 频道一样。但是正如时间本来就会让事物显得不那么完美，过去看起来完美的理论，在时代的背景和语境下也都不尽是最标准的那一个。或许正是因为宇宙的千变万化、无穷无尽，我们才感觉到我们真实的存在。所以总结一下我眼中的侘寂吧，证明时间流逝的不完美才是这个宇宙的真理，真正的美。
侘寂美学不仅是一种审美观念，更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教会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寻找内心的静谧，在那些不完美的瞬间发现真正的美与满足。感谢您与我一起走过这段侘寂美学的旅程，希望这些分享能给你带到一些新的启发和感悟。愿你在未来的生活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美好。期待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看见那个完美的世界。谢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话，拜托大家支持一下。发现很多会看我的节目的人都没有订阅这个频道，因为我们下一期就会进入一个新的话题，庄子的哲学，从无为到自由。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拜拜。